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习做咖喱。大约300公克的洋葱，去掉干掉的部位，将根部与外皮去除。如果有干掉的部位，也将它剔除干净。顺纹切大约1公分的厚度，大约1根手指头的厚度。将洋葱切成1公分的块状。300公克的马铃薯去皮。市面上的马铃薯有很多种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有咖啡的，甚至有紫色的。红皮的马铃薯一般适合拿来炖烤。褐色的马铃薯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一般都拿它来烘烤或者是油炸。黄色的马铃薯比较松散，所以它适合拿来做薯泥。浅黄色的马铃薯比较硬，所以它一般适合来锅煎或水煮。也因为它久煮不容易松散，所以我们今天拿它来制作我们的咖喱。因为马铃薯是根茎植物，它的淀粉含量及含铁量非常高。为了防止附着在表面上的铁离子氧化发黑，我们一般会在削皮后将马铃薯泡在水里，大约10到15分钟，来保持它的洁白。马铃薯放久了就会开始发芽，发芽的部位自然就会产生毒素，叫茄碱或龙葵素。去皮后会有黑点，黑点的部位一定要将它去除干净才能食用。将泡过水的马铃薯对切3次，成8块。再泡到清水中，去除多余的淀粉。红萝卜也同样的去皮，对切，再剖成4瓣。继续切成手指头的大小。蘑菇180公克，因为蘑菇是在低温环境的地方生长，不会有虫害的问题，自然就不需要用到农药。一般清理方法就是用水洗，但是蘑菇的内部结构跟海绵很像，经过水洗之后会吸取大量的水分，在高温烹煮时会大量的出水，让成品变得汤汤水水的。我个人比较习惯用湿布把表面的泥土擦掉，或是撕掉表面的那一张皮。蘑菇去梗，切成大约0.5公分的厚片。鸡胸肉洗净擦干，然后剖半对切。再切成3公分宽的条状，然后继续切丁。咱们来烧锅水，准备煮马铃薯。加入1茶匙的盐。加盐巴的目的是要提高渗透压，让马铃薯在烹调过程当中不容易松散，同时也能让马铃薯更加提味。开大火煮8分钟。8分钟是一个参考的时间，因为每个地区所生产的马铃薯含水量及淀粉、组织稍微有所不同，所以你一定要观察马铃薯煮后的状态，用叉子或牙签扎下去，能够简单的穿过去，
但又不至于完全松散开来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用同样的方法来煮红萝卜。红萝卜因为纤维质含量比较高，所以需要煮12分钟。同样用牙签能够容易穿过，就可以熄火。烧锅下油，准备煎鸡肉。鸡肉下锅，然后翻炒开来。大致上，只要鸡肉不粘成一团，就可以转中火，不用太去理它。让鸡肉干煎到微微的焦黄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梅纳反应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让食物产生微微的焦香味，让食品更有层次、更有丰富的口感。把煎好的鸡肉盛出，我们来准备炒洋葱。利用刚刚煎鸡肉的方法，用中火翻炒洋葱。如果要加快让洋葱上色的话，中途也是可以加入1到2次的水，每次加入的水大约是2到3汤匙。2大匙的原味咖喱粉，孜然粉1茶匙，不加盐的蒜粉1大匙，稍微的翻炒一下。一般使用粉类的辛香料时，要经过翻炒后才会释出香味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组装咖喱，把之前炒香的鸡肉放回锅内翻炒。把先前切好的蘑菇加入，加入1罐400cc 的市售椰浆，罐头鸡汤150cc， 煮熟的红萝卜，2茶匙的海盐，煮熟的马铃薯，再加入200毫克的酸奶。最后再转小火炖煮10分钟，让所有的食材能够充足的入味，成为一体。其实制作咖喱酱不太难，只是要准备食材的步骤比较多。如果照着视频中的方法去做，要做坏一锅美味的咖喱酱是件非常难的事。我是玄文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